来了，大包子来了！我爷今天在早市买了2个排骨包子，但是每个包子里就1块排骨，这给我奶气的。他说我爷说你但凡要会包包子，我不带受这个委屈的。我爷说我不会包包都80来年了，你他妈现在老说我这事干啥呀？行了，我包吧，先来一个油焖尖椒和酱扒茄子，再干一锅叉烧肉。我弟说你别整这些没用的呢，那馅儿大点比啥都强，这包子让我俩塞的呀。我说奶，你今天吃完我包子给我写一篇日记，题目就叫一个包子里吃出16块排骨是一种什么体验。我奶昨天给我弟喊去了，说你们做饭也挺费的，给你们拿点钱，你们也不能好意思要，给你们买了个大肘子，还买了2根肥肠和一大块猪皮。我弟说明白了，明天我给我哥喊来。我奶说你可千万别这样，别整那么硬啊，我这牙这2天有点疼。我奶还点了个炸刀鱼，本来都要走了，我姑说一听说有包子他们全来了，我就又汆了锅丸子汤。但我说都这么大人了，你们不能自己整点饭吗？那至于上我奶这堵我来吗？来吧，吃香香了，排包、焖椒、溜肠、波丸、扣肘、酱茄、赤鸡，就是香刀、烧皮儿、叉肉。我这一打开才发现，我们全家今天是吃了个猪的全家桶啊！你看我弟这包子吃的，先把排骨啃了，完了再往里边夹馅儿，这康吃一大口下去，香不香不知道啊，给我奶吃的直着急。我奶说赶紧把这鱼端那边去，把那肘子拿过来点。肘子，大肘子得在我跟前儿啊！我奶又在家给我爷开会呢，因为我奶让他上早市买3个山东包子，老头屁颠的拎回来3个3鲜包子。哎，吃没吃不知道，我爷这会儿肯定是在家罚站的。其实我心里明镜呢，我爷就是买对了，回来也得奶说。因为我奶吃包有一个很大的忌口，包铺都整不了，就是他那个馅儿里吧，他忌素。揉面讲一个3光，叫盆光、手光、脸光。哎，整这点玩意儿，差点没他妈给我咳嗽吐了。给我奶清炖了一锅排骨玉米汤，还熬了一锅小鸡儿，还有我奶老让我爷去夜市买的无水蛋糕。我说爷，你这怎么早晚都有活呢？我爷说别他妈提了，退休30来年了，找到了上班的感觉。豉汁排骨忘放豆豉了，洋葱切多了就扒拉鸡蛋了。本来我还想做碗坛肉，但这功夫我爷来电话了，他说你俩快点过来吧，我这腿有点站不住了我。来吧，吃香香了，蒸排、溜尖儿、土豆、焦蛋、鸡骨条、平事包、排米屉。我坐下，我想起来蛋糕忘拿了呀。我说爷呀，没有谁会帮你一辈子，我帮得了你早晨，帮不了你晚上了。哎呀，我也记不住啊，我说的是山东包子还是3鲜包子，记不住就算了，咱就赖他。我爸下礼拜要去体检，说这2天吃点清淡的。你看没看着？多大岁数的人都干那现上轿、现扎耳朵眼的事儿。我爸说你不懂别叭叭，我这叫自己糊弄自己。我心说这沙拉没油是吧？我妈说你搞了2块牛肉吧，头2天拌的油醋汁儿，你爸就是觉着不香，完了睁眼说瞎话。他说老婆这菜馊了。完了，我爸看我炒了2个青菜，说有点事要出去一趟。我说你帮我把这个虾呀、鱼呀、螺呀先端桌子上去呗。我爸说我就逗逗你，我儿子回来了，我能雷他们吗？做了一锅番茄鱼丸，还有一个鲜虾萝卜汤。我爸说怎么就觉得少点啥呢？我说你别找了，你藏的那羊排给你糊上了。然后他特意开车去买了一罐韭菜花。他回来问我焖不焖饭，我说你以后就吃来吧，吃香香了，台饼、虾巴、带笋、灼鸡、牛拉、番丸、老土尖、蒸班、葱螺、手羊酒。真的，我没见过哪个嘴这么急的人能减肥。我爸嚼着面包说，我也没说要减肥呀，我不行糊弄个好点体检报告吗？我们同学家小区封闭了，完跟我商量能不能送顿饭。他们要求是每3天出去1次，完给2个小时采买物资。咱不知道他哪根筋搭错了，该他出去的时候他他妈刷车去了。完他早上给我打电话说能不能给他媳妇做一锅肘子烩饭。他说他媳妇马上就要把他头发薅掉了。
我还给他媳妇做了一个巧克力芝士蛋糕，完蒸了点奥尔良大包子。这个肉馅你们记一下子啊，我拿我弟试了3次回才试出来。你要会做就直接做，要不会做还是那句等我开饭店，可千万别整先收藏再喊妈那一出啊。完我们同学点了个前帐口的牛肚煲，我说你他妈1个礼拜来8回，你怎么还能传前帐菜呢？他说这个重点是帐不是菜啊，我点我媳妇一手。完还做了个咸蛋黄豆腐煲和孜然鱿鱼须，然后他给我打视频说俩人因为吃锅包肉还有锅包虾干起来了。我说你快别演了，我都给你做点就得了。都我说这玩意儿长手就会，你找个视频就自己在家做呗。我说你可别提了，我媳妇有一次在家炸锅包肉，差点没他妈给厨房炸了。我家那房产证差点从2屋1厨改成2屋。完了可能不太好意思，给我买个小电锅。你说前任送你的东西不卖留干啥呀？你还指望有一天他走了那玩意儿能升值啊？来吧，香香了，巧糕、二锅、炸刀、粥饭、水片、黄豆、牛宝、籽油、奥包，6菜1汤，1饭1包。我这隔离餐就这待遇了，想吃可以唠一唠。完这饭还得麻烦工作人员给他送上去，我还帮他说了不少好话呢。不好意思啊，哥，人快不行了，咱就隔一这口。你放了啊，谢谢啊，临走还给你们添麻烦，谢谢啊，谢谢。我奶早上不知道吃啥了，是让我随便做。我说咱俩这么近关系，怎么能唠随便的嗑呢？完我跟我奶裹个大被拉市场去了。你别说，我奶一到市场就来灵感了，腰了点肉，说做个溜肉段，完还买了2斤排骨，说要吃红烧排骨。然后卖肉的老小问我奶说：“大娘，这么多肉你能吃了吗？”我奶说：“你就卖肉呗，你操那心干啥呀？你趁你能动弹，赶紧再给我搅点肉馅。”完我奶说想吃点豆角，好长时间没吃豆角了。完了他问我说：“你信不信拿肘子炖豆角肯定能好吃？”我说奶呀，事儿我信，但你这个行为属于大白天点灯戴帽打伞啊，多此一举。完我做了个土豆肥牛锅，我一尝，哎，这挺香，直接做成土豆肥牛饭了。然后我奶说想喝砂锅粥，这东北老太太现在让我整挺潮汕，放冬菜和花生酱比我记还清楚。完既然咸的，我先给她烤点可颂面包。前2锅因为翻车太早了，还没等烤就让我毁成酥皮了。这锅终于沾点边了，但是我太紧张忘放糖了。后面我还想再搏一搏，但我发现没有欢乐豆了。我说赶紧的吧，掏出人类科技之光吧。真的，这种烘焙的东西只有做一次才知道它为什么这么贵。这玩意儿嘛，在家做损耗太大了。然后做了个爆蛋豆腐，用的这个九阳大魔王爆炒不粘锅。说心里话，这锅本来想打假来着，结果种草了。他这玩意儿是真不粘，因为用了黑科技，而且就这钢铲子我夸夸往里怼啊，用钢丝球刷都没事。这鸡蛋煎完了，锅也挺干净。再一个，这锅不沉，我又能开始颠勺了。我来不香香了，爆豆、土牛饭、红骨、潮州、外包、溜段、肘饺、煎鱼、肉茄。我奶今天有点上火，这囤大葱没晾干，都烂一半了。我问一下子，有没有懂大葱的朋友？这么整行不行？要是肯定不行的话，我再问一手，有没有卖大葱的朋友？我奶家就这么些葱了，让我熬印了。要说不行的话，我得想招给我奶这坑填上。我那几个舅下礼拜要手拉手上南方猫东西了，完临走上我家吃顿饭，我寻做点他们平常在家不咋吃的，拿前帐的酱炖了个大牛排。我姐也来了，我给做了碗胡辣汤。她一进厨房就感慨说：“哎呀，满屋子的烟火气呀！”你等我哥来的时候，憋半天蹦出一个屁来，说：“哎呀，这油烟味有点大呀。”完了，给我姐做了一个4倍快乐的芝士蛋糕，还蒸了一锅奶黄包，这真是实在亲戚的。你瞅这黄让我塞的，然后烤了2个东北版的山姆牛肉卷。我跟我姐有一次，我俩吃原版的，吃仨没吃饱。我说今天干脆在家烤个大点的吧，吃着过瘾。完做了一锅羊血火锅，这一周盖，我大舅拿手机补一下过来了。他说先练练拍照水平，等开春回来跟几个老哥们探探店。哎，你说这人踏踏实实一辈子了，临了不学好，你说。完我二舅愿意吃辣，我这个卤点鸭货，还炒了一个爆辣的鸡胗和一个更爆辣的酱炒鸭。这个世界可能所有孩子都是含着金钥匙、银钥匙或者塑料钥匙出生的，唯独我二舅是个例外。我感觉他出生的时候含了一管辣根。真的，我在这炒辣鸡，我二舅就说不正宗，这顿给我放辣椒啊！我到后来一度恍惚了，我说正宗辣子鸡是不是不应该放鸡呀？来吧，全家了，奶包、四汁糕、卤货、辣胗、广牛、辣鸭。歇锅、辣鸡、冬牛卷、糊汤。行了，得赶紧吃饭了。我姐饿都拉脸了，说这一会儿瘦好几斤，但是她被我的4汁糕彻底折服了。她说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这么极致的快乐了。我说那你上一次这么快乐吃的啥呀？她说那天没吃饭，那天给前男友踹了。